徐伯钧独吞军饷，还拉老子的精锐去打硬仗，害得我裴家军损失了数千号男儿。老子的这些兵也都是爹生娘养的，他们死得，他的儿子就死不得吗？所以您就派刺客刺杀光耀，准备栽赃给革命军的头上，并以此激怒徐伯钧，让他和革命军决一死战，好让我们裴家军从前线撤回来，是吗？没错。徐伯钧那个老小子向来只顾自保，如果我不让他痛到骨子里，他怎么可能去跟革命军打硬仗？可光耀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儿子，官场上没有朋友，明白吗？徐光耀是徐伯钧的儿子，父债子还，这是天理。父债子还，真是枉费光耀一片好心，查到咱们头上来了，还瞒着他的父帅，一切都是为了化干戈为玉帛，以免再生事端。傻小子，你以为徐光耀真的能瞒过徐伯钧那条老狐狸吗？啊，不可能！你姓裴，他姓徐，你们一出生就绑在了各自的战车上。爹，我们就不能不争吗？不能，要么争，要么死，这是老子的命，也是你的命。我不认命。少帅，对不起。爹，你要干什么？儿子，你是打算回上海去当徐伯钧的人质吗？光耀他不会食言的。利益当前，岂能轻信他人呢？我答应了，要送一个朋友回上海。是谭玄龄的妹妹吧？啊！我已经派人把她接回了督军府。爹，谭小姐与此事无关，您不要牵扯无辜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款待她的。督军，谭小姐到了。谭小姐，请。谭小姐，幕府的舞会上我见过你。裴伯父，你也比我上次见您更精神了。哦，您和裴公子站在一起，不像父子，就像是兄弟。哈哈哈哈哈！小丫头，嘴巴真甜。因为我一见到你就觉得特别亲切，所以这说话一时没大没小，希望您不要介意。不介意，不介意。来来来，坐。我还是跟裴公子站一起吧，毕竟都是小辈，哪敢在德高望重的您面前造次？你这个小丫头还挺懂规矩的。物以类聚嘛，不懂规矩，不懂事儿，怎么跟裴公子做朋友啊？好，性子爽快，不扭捏，对老子的脾气。哎，谭司令最近可好啊？不太好，我哥和穆小姐传出绯闻，得罪了徐督军，被徐督军监视起来了。哦，所有人都以为我哥现在春风得意，马上就要成为穆家的乘龙快婿了，但其实他现在就跟火烤一样，走错一步，都有可能换来灭顶之灾。这么说来，谭司令最近的日子不太好过哟。我哥他就是一死心眼儿，非得在督军府的眼皮子底下卑微的讨生活，他还拿督军府看着他那一套看着我。这还好我机灵，跑到北京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小丫头倒是不犯怵啊。跟伯父说说，跑北京来干什么？我想追您儿子。谭小姐，我这个儿子呀，性子可冷得很，多少世家千金追他都碰了壁。你一个马匪窝里出生的野丫头，也想追他，我都替你犯愁。我知道我是马匪窝里出来的，门第低，可是这穆桂英也是土匪窝里出来的呀。照样和杨宗保传出了一段佳话。我哥怎么着也算是上海司令，您好歹给我一次机会呗。
穆桂英能挂帅出征，你能干什么呀？我呀，我给您准备了份大礼。哦。这是什么呀？当年穆家大少爷穆远航死亡的真相。你怎么可以让四小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？哎，她精明得很，这种瞒天过海、暗度陈仓的事儿，她习惯了。哎，话说回来，我的那个奖励是不是应该兑现了？什么奖励啊？那要是我赢了呢？你要给我什么奖励？你赢了呀！你这不是无赖吗？这是公平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之前盯四小姐那么紧，她去找裴少君，你死活不准。现在她要去北京，你倒是准了。那徐伯钧盯我盯得那么紧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那如果是你，有办法吗？亏得四小姐愿意帮你的忙。她，她巴不得去北京去见裴少君。真是亲兄妹都爱折腾。我们不是爱折腾，我是他唯一的哥哥。如果我把他养在深闺之中，不让他经历任何的风雨，那他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世道人心。所以，想让他平安一世，必须让他见识见识，知道审时度势。你是个好哥哥。真是我的好老婆，都知道心疼小姑子了。谁要嫁给你了？哎，不是，那亲都亲了，报纸也上了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可没人要你了，啊？什么？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搜到啊？是，他们将整个车厢都仔细搜查了一遍，除了一些衣服和一些细软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。督军，您看他会不会真的是去北京找谭桑榆的呀？盯梢的探子说，谭玄林本来是要送他妹妹回江城的，谁知他妹妹在火车站甩了谭玄林的人，上了去北京的火车。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让你的人到北京以后继续盯着，随时报告谭玄林的动向。是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看见报纸就赶紧跑来了，怕你有一个人去喝酒，摔倒了都没有人扶。哎，疼！你怎么了？没事，那天受了点小伤。不好意思啊，那天谢谢你。那你准备怎么答谢我？要不咱俩去吃顿饭，伤也能好得快一些。又胡说！那你答谢我总该有点诚意吧？不能光嘴上说说吧？
啊？好吧，没问题。晚上我请你吃西餐。谭玄龄这事儿办得真不地道。我要是他，有你这么个大美人爱我肯定不舍得让你有一丝丝的伤心。不怪他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和他说过我喜欢他。你没告诉他？有些事不必非得说出口。我10岁那年就跟他了，在战场上同吃同住。他要是对我存了半点心思，我早就是他的人了。我真羡慕他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，他对我没那个意思。他看我的眼神，和看穆小姐的完全不一样。那你看我看你的眼神，是不是和谭玄龄看穆小姐的眼神一样呢？他的眼睛我从来都看不透，但是你的，我一眼就看穿了。看穿什么？自诩风流，实则纨绔。你误会我了。你看看这个，你见过哪个纨绔子弟戴的是这种土作坊打的银坠子？这是我娘的衣物。我娘戏子出身，是我爹收的偏房。打小起，我就和我娘住在督军府后面的院子里。只要我去前院，就会被正房的兄弟们打，他们还口口声声叫我小戏子。也正是因为这个，13岁我就去了保定军校，为的就是离开这个冰冷的家，和那些折辱我的人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。这个坠子是我娘留给我的，她临终前塞到我手里说：“督军府的日子就像一场大梦，下辈子还是想做个江湖人士，别在这深宅大院里受罪。”不说这些陈年旧事了，省得你更心烦。我来这儿，是为了让你开心的。原来你不是没心没肺呀，你只是把什么都藏心里了。生活已经很艰难了，没心没肺一点，日子还能好过些。来，敬没心没肺的日子。好。敬没心没肺的我们。你刚刚说是敬没心没肺的是什么？我们啊。我们？你眼里终于有我了。你好烦啊！快喝。
少帅呢？在那儿呢。少帅，谁让你拿这些报纸给少帅的啊？这么没颜色！是少帅说想看看上海的报纸。拿走。你以后不要再拿这些消息烦少帅。是。走啊！少帅，没事，不怪他们，是我自己要看的。您这又是何苦呢？只要知道他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立正。裴督军，你能亲自前来迎接，谭某倍感荣幸。谭司令，如今已是名副其实的上海王，难得裴幕府千金北上来京，我裴某当然要尽到地主之谊了。督军，我此次前来呢，是为了带舍妹回去。这个丫头私自跑出去，给您添了不少麻烦。我这个当哥的，真的是羞愧万分。麻烦谈不上。谭小姐性格活泼、爽快，与我老裴很是投缘。我们俩现在已是忘年交了啊！谭司令、穆小姐，督军府内早已备下薄酒，专为二位接风洗尘，请。请。裴伯父，请。你看这丫头，二哥，行啊，马屁拍得挺响啊。这可是我未来公爹，我不得好好巴结巴结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办完，立马给我回去。这又不是你的地盘，我回不回去，你说的不算。好了，去吧。你们去督军府附近盯紧唐玄龄，我去给徐副官拍电报，有事我们悦城会馆碰头。好。哎，小四，怎么没看见你那心心念念的裴少君啊？唉，你可别提了，他把裴督军给惹了，现在被关了禁闭。他都被他爹关禁闭了，你倒是在裴军面前混得风生水起，厉害啊！那可不，你还不了解你妹妹吗？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是我想讨好的人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年纪不大，本事不小啊。二哥，那我可没您老奸巨猾，连上海第一千金都能骗到手，厉害！嫂子，回去收拾。我告诉你，二哥，我现在可是有嫂子的人了，你要是再敢打我，我就让我嫂子收拾你。嫂子，我二哥怎么把你骗到手的？你不该问的别问啊。这个裴勋亲自去火车站接的谭玄林。对的，我们的人亲眼看到的，裴勋带着谭桑榆去接了谭玄林。哦，而且我们的人还打探到，他的妹妹前天住进了裴家，听说这小妮子现在追裴少君追得很紧。
这个谭玄林刚拿下了穆婉清，就让自己的妹妹去贴裴少君，他是想跟裴家攀亲，想让自己上海王的位子坐得更稳。倒也是有这种可能。就这么一路大张旗鼓的去北京，只为了攀亲，这也不对。裴巡是代将门，不是他马匪谭家能攀得起的。你派人给我盯紧了谭玄林，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是。这是谭司令上任之后头一回来北京，高兴，喝酒，来，大家伙共同举杯。裴督军盛情，谭某却之不恭了。请。穆小姐，你和谭司令的事情，裴某早有耳闻。美人配英雄，可喜可贺。谢谢裴督军，我和谭司令在上海还小心翼翼，我们的关系登报以来，您是第一个祝福我们的。应该的，男女之事讲究的是你情我愿，只要你俩高兴，天王老子都管不着。徐伯钧这个老贼想利用权势逼你就范，这是他理亏。我裴某人虽然是个粗人，却也见不得这种棒打鸳鸯的下作手段。裴督军，既然您不愿意棒打鸳鸯，那我跟您儿子裴公子这事儿……小四，嘴闭上。哎呀，裴督军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丫头啊，从小就欠管教。哥，如果多有冒犯，我替她给您道歉了。哪儿的话，不足挂齿。我没冒犯，裴伯父挺喜欢我的。说的一点儿都不错。我很喜欢她，这个小丫头还真是让人疼。这千里迢迢的到北京来看我，还特意给我带来了一份见面礼。裴督军，单独聊聊。好，左参谋，招呼大家喝酒啊！穆小姐，先失陪。请，请。谭司令，你因为穆小姐得罪了徐伯钧，如今朝不保夕，是不是担心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了？督军，这没有退路的，又何止谭某一人？你想让我重审10年前穆远航遇刺一案，扳倒徐伯钧？徐光耀已经查到了庆功宴刺客的事。您和徐伯钧表面上一团和气，可实际又能维持多久呢？与其被动防守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所谓先下手为强嘛。你想借我裴某的手，去除掉自己身上的威胁？这徐伯钧，不也是您最大的威胁吗？此事也并非不可为，我也早有对付徐伯钧的打算。不过，如果我真扳倒了徐伯钧，那徐家的一切要尽归我裴家军所有，包括越城督军府所管辖之内的上海。您要知道，这最重要的物证胶片是我找到的，您不记我的功劳也就罢了，再惦记上海就不太合适了吧？谭司令，物证现在我裴某人手里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没错，但是这人证物证俱全，才有翻案的胜算嘛。是，这物证是在您手里，可这人证在我手里呢。你还有人证？
罗督军当年的副官闵大成还没死，就是他替徐伯钧遮掩了真相。哦，那仁政在哪里？北京。当然，只要裴督军答应我谭某一个小小的条件，只要您亲自发一份委任状，明确将上海交由我全权节制，这仁政啊，我双手奉上。仁政既然在北京，那就好办了。你不说，我自然也搜得到。我当然相信裴督军的能力，但是您能搜到，也带不走啊。笑话，在北京城就没有我裴某人带不走的人。谭司令，你太自不量力了。那卷胶卷只能证明徐伯钧炸码头的时间提前了，却不能证明是他炸死了穆远航。一旦证据不足，您即便有能力操纵审判厅，给徐伯钧定罪，但是也不能服众啊。我怕他会反咬您一口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裴督军正在和客人谈要紧的事儿，我来给裴公子送饭。你要是不让我进去，我回去打扰了裴督军的大事，他要是怪罪下来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裴公子，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，可香了，你尝尝。我不饿。我们都酒过3巡了，你被关了1天禁闭，怎么可能不饿？你别跟我客气，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。尝尝，你要是喜欢吃的话，我以后天天给你做，好吧？不必了，演了这么久的戏，也是难为你了。谁演戏了呀？你处心积虑的接近我，不就是为了替谭司令铺路吗？我去年学生游行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哥还不是上海司令呢，我铺什么路啊我？因为游行是偶遇过，所以你才决定接近我，对吗？你误会我了，我对你都是真心的。我要看书了，请你离开。我告诉你，你冤枉我了，我一定会向你证明，是你错了。原谅我，但你是自由的，你不该留在这里。所以，我这个忍政至关重要。只要您放弃上海，就有十足的胜算。这笔买卖，不亏吧？谭司令，你知不知道跟我讨价还价是什么后果啊？督军，过河拆桥啊！谭司令，配合一点，交出人证，我就能带你一起过河。怎么了？一脸不高兴的。那个榆木疙瘩，回回都是我热脸贴冷屁股，真不知道我上辈子欠了他什么。那要不和我回上海？那不行。我这个人吧，我最讲信誉了。
上辈子欠的，那这辈子一定要还，不能来找。你这嘴上说是榆木疙瘩，心里还是舍不得啊。嫂子，你能不能求求我哥，让我留下吧，好吗？裴伯父，不是，您这是要带我哥去哪儿啊？裴督军，有事好商量吗？何必动枪啊？说得好，有事好商量。但是谭司令呢，算盘早就打好了，他可压根儿没想跟我裴某人商量。裴伯父，我哥他这个人就是嘴贱，如果他说什么您不高兴，您生气了，我替他给您赔个不是，成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你给我闭嘴！谭小姐、穆小姐，请二位移步。我们裴府从来没有对女人动手的习惯。走。你给我起开！你们今天谁也别想带我哥走。我是女人，你们谁敢动我？好了，小四，我是跟裴督军去办正事儿的，放心吧，没事。有正事儿聊，这么多人带枪，这不是价钱没谈拢吗？他们想强卖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小四，你哥办的是正事儿，别添乱。带走，正事带走。放心，很快回来。哥，放心，他有分寸。谭司令，你该不会是把人藏在这儿了吧？督军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让您见笑了。没想到你和领事馆还有关系，关系谈不上，朋友多罢了。你不是在蒙我吧？嘿，1号，谭司令来了。廖翻译，谭司令，你的朋友已经安顿下了，一切都好。麻烦廖翻译了。这位是裴督军吧？我在报纸上见过您的照片，您亲自过来是有要务找领事先生吗？我去帮你通报一声吧。不必了，我来是陪谭司令看望朋友。是，谭司令的朋友已经安顿好了，这里很安全，请你们放心。廖翻译，是。你是怎么跟谭司令认识的？我跟谭司令啊是领事先生介绍的。这领事先生之前当过战地记者，谭司令救过他的命，所以谭司令交代给我们的事情，我们可不敢怠慢呢。你的人缘还真不错啊！嗨，什么人缘啊？这腰杆子不硬，不敢得罪别人，多个朋友多条路嘛。说得好。好，我希望这次之后我们也能成为朋友。督军，能得到您的垂青，我求之不得。廖翻译，不打扰了，告辞。裴督军慢走，请。督军，你说这个谭玄林真的救过领事先生的命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们要对付的是徐伯钧，不必得罪洋人。谭玄龄想要委任状，给他便是。革命军眼看就要过长江了，
我看他这个上海王，也是朝不保夕。哎，亮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这是你需要的阿司匹林的批文，我已经盖好章了，你拿走吧。阿廖少，我替前线的同志们谢谢你。感谢什么？当年我做战地记者的时候，要不是你救我的命，现在我的坟头草都很高了。你现在这口中文呢，可是越说越地道了啊！哎呀，还不是跟你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学的吗？啊，不过听说你的部队老大省长啊，你不去前线录一首，整个军功章回来。我们共产党人不争功，我把这批药运到前线去，能多救回几个受伤的同志，这比什么军功章都有价值。嫂子，我哥不会有事儿吧？没事，你哥啊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，他心里都有数，放心啊。好，谭司令。哥，我明天就让高等审判厅启动重审。便给越城督军府发传票，传徐伯钧马上赴京，配合审查。裴督军放心，人证交给我，绝对不会出岔子。今天酒喝的不尽兴不算啊，等扳倒了徐伯钧，我们再庆功畅饮。好。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原来这男人不仅善变，还反复无常。二哥，你和裴督军到底怎么回事？明明你们刚才还动刀动枪的，这怎么突然间就勾肩搭背了？你们俩这关系还真是扑朔迷离。学着点吧，大人的世界你不懂，大人的世界就是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别逗四小姐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办妥了，他答应事成之后不会染指上海。果然你吃准了他的心思，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。不是嫂子，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懂了呀？这你们俩关系不是不好吗？他怎么跟你妥协了？他拿枪顶着我，就是想找到闵大成，想把利益一个人全部吞掉。那你交了吗？你傻呀！我当然不能交啊！而且我还把闵大成藏在一个他想带走都带不走的地方。这北京还有裴督军找不着的地方？我不信。就是外国使馆。二哥，你还真是老奸巨猾。但是，我哥这么算计裴督军，这万一他以为我俩是一种人，那我在我未来公爹心目中的形象，不全让你给败坏了吗？什么公爹？事成之后赶紧给我回去，知道吗？回什么回？嫂子，你看我哥他逗我，哎，光老弱妇孺我就占了3样，你好意思吗你？嫂子，你看他还逗我，逗，找死呢是吧？我没揍你是吧？你等着，那个死丫头！早知道她这样，我就应该把她带在身边。你不知道你刚刚不在的时候，他多担心你。他呀，就是嘴巴硬。婉清，我跟你说，事成之后，如果他不愿意回上海，你要帮我好好劝劝他。总之，他不能留在这儿了。他还让我劝你呢，你们俩兄妹闹别扭，让我一个外人在这左右为难。你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可是我未来的老婆、未婚妻，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不会是想要反悔吧？那我可要盖个戳，宣誓一下所有权了。你别闹，这里这么多人，被看见了不好。就是让他们看。
走安静。